何用自己的语言得出结果？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通过关于修辞的专门论述，开始回答这个问题了。修辞学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是用不同方式说服他人的艺术。如今，修辞学被广泛运用于各种交流场合。然而，亚里士多德当时专注于演说，而且他阐述了3大说服性演讲类别：辩论型或者叫做审议型修辞手法，根据继承事实与判断得出结论，类似于置身于犯罪现场的警探；修饰型或者叫做抒发型修辞手法，通常是重申某种现实状况，比如说婚礼致辞。然而，审议修辞是达到目的和促成改变的重要手段，或叫做象征型修辞。审议修辞既不关注过去，也不着眼现状，而是专注于未来。政治家们运用这样的审议修辞来辩论一个新法案会带来的影响。就像罗纳德·里根警告美国老年人医疗保险制度有可能给我们的下一代传达一种社会主义思想，并且会代代相传下去曾经那个人人自由的美国社会。同时，该修辞也是活跃分子寻求改变的方式。就像马丁·路德·金关于梦想的演讲，他的子孙后代终有一天会生活在一个国度，那里人们不会因为他们的肤色受到歧视，每个人的品行才是判断的标准。以上这2个案例中，演讲者都为听众描绘了可能的未来，并且希望得到听众们的帮助，以此避免或实现那样的结果。但是除了描绘未来场景，还能如何打造有效的审议修辞型的演讲？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观点，有3种方式：认知、标识和同情心。通过和听众的认知达成一致，演讲者可以建立起可信度。温斯顿·丘吉尔1942年美国国会的解说开场白：太平洋两岸的潮汐一直和谐地流动在我的生命中，一直对抗着特权和垄断，从而凸显出他一直致力于民主推广的美德。早在古代，为诗人阿基亚斯辩护的演讲中，罗马执政官西塞罗通过自有的实践智慧，以及身为政治家的专业素质，无论是我自身的文学教育，还是专注的训练体系中，我承认，我生活中没有任何一个部分遭到了厌恶。最终，你可以通过证明事不关己，或者你是无偿奉献的精神来说服听众。理性修辞是通过逻辑和推理来表达观点，该方式可以通过类比、举例以及科研引用和数据来进行论述。但是这不仅仅是事实和数字，更重要的是演讲本身的结构和内容。关键在于用事实去说服听众。就像索茹尔内特鲁斯关于女权的观点一样，我拥有比得上任何一位男性的力量，并且可以做同样的工作。我耕地、收割、去壳、伐木、割草，有任何一个男人可以做得更多吗？不幸的是，演讲者也会利用错误的信息来愚弄听众，让听众信以为真。比如已经被辟谣，但是依然广泛被相信的谣言：疫苗会导致自闭症。最后一种方式，同情，是引起情感上共鸣的技巧。在现今大众传播媒体社会，这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同情本身并没有好坏对错之分，但是有可能变得不理性、难预测。就像怜悯可以轻易团结民众一样，也可以教唆战争。大部分的广告，从美容产品保证可以减轻人们对自己身体的不安感，到可以让人们感觉力量倍增的汽车，都依赖于情感上的共鸣。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说现今也依然是个强有力的工具，但是选择使用哪一种方式，取决于熟悉讲演的受众以及目的，并且也和时间地点息息相关。同时，作为听众时，能够辨别这些说服技巧的能力也是一样的重要。准备好继续学习了吗？观看这些视频来挑战你的想法，或了解更多你不知道的事情。订阅并保持好奇心。